大王。我们的300壮士为我们越国捐躯了。遗憾的是，这300壮士里头少了13颗头颅。寡人在想，在我们越国可以以铜铸车，以铜铸剑，王宫里的大印可以用铜铸造，那么我们的将士的头颅为什么不可以用铜来铸造呢？所以，从今后，凡是为我越国捐躯的壮士，在战火中没了头颅的，少了身躯的，将以铜无头的铸头，无身的铸身。在我们越国，不能再有遗憾而去的壮士，更不能有枉死的英灵。大王圣明。寡人感谢你们。为大王而战，为越国而战。石埋啊，臣在。这个赏赐之策，就由你来拟定吧。遵命。公子，大王驾崩了。大王的灵柩已复回，百官都去跪迎。吴相国特许公子去跪祭大王。相国大人，为什么不让我去为父报仇？凭你一人之力，匹夫之勇，能报仇吗？你只要给我2万人马，我就会杀到越国，活捉勾践。我要活剐了他。现在应以国事为重，安好先王的灵病，复仇之事再议。请太宰大人宣布先王遗诏。大王诏曰：不灭越国，死不瞑目。请武相国选一位可灭越国者继承王位。谨遵遗旨。父王，不灭越国，不杀勾践，我誓不为人。大
的太子兄，我的太子兄，你也不在了。夫差对天发3大重誓：第一，朝中大事皆出我口；第二，率师伐遍邻国；第三，西尽天下美女。愿大王和我太子兄的在天之灵保佑吴国，保佑夫差吧！夫差，大王驾崩，举国悲痛，你却在这胡言乱语，你真是丧心病狂！来呀，将夫差拉出去，给我斩了！王子，不可啊！有什么不可？像这种大逆不道之人，还留他何用？来呀，拉出去斩了！对，住口！畜生！先王灵前竟敢如此胡闹！公孙雄，臣在。把夫差押回去，继续关押起来。不，相国你。谢相国，谢相国。众爱卿，寡人经常想起10数年来楚吴大战，那真是惨啊！楚国从那时候起就一蹶不振到今天，吴国呢，渐渐地强大起来。伍子胥确实是一代名臣，他见孙武用伯嚭，厉城郭建仓储，吴国蒸蒸日上，日益强大，强出我们越国数倍。所以他强大了，就要以强凌弱，以大欺小，压我们越国为他的傀儡。只要你稍加反抗，他就恼羞成怒，兵刃相见。吴国确实强大，强大到我们有些人怕了，寡人也怕。大将军，寡人要谢谢你，是你把寡人逼到了绝路，丢掉了帕子，立下了以吴国一战的决心。我们赢了，你们想过没有？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赢的？我们国不富，民不强，没有奇兵异术，我们靠的是勇气，靠的是胆，靠的是君臣一心，全民同仇敌忾。不难想象，将来的吴越之争会更加惨烈啊！让寡人更没有想到的是，阖闾死了。好，死得好。对，该死，该死！谁说死得好啊？谁说该死？文仲，你说呢？阖闾一死，吴越两国天仇已结。正如大王所料，往后的争斗将会更为惨烈。文仲所言极是啊！吴国没了国君，其仇必报，雪耻之国，其利必坚呐。所以吴国不会善罢甘休。那我们越国该怎么办呢？枕戈待旦，时刻警惕着，继续练兵习武，准备再战。这只是其一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还要丢掉帕子。请诸位爱卿记着，普天之下，丢国者，全都是因为为君为臣的
胆小懦弱。大王所言极是，在吴国可以立为4君之人，至少有10人之多，但最为出众的就属王子累。他领兵为将将近10年，扶陈国，败鲁兵，最近又一举灭掉了2万楚兵。虽然此番败在我手下，但此责应该由阖闾来负。要严密注视吴国的动向，看看他们立谁为4君。王子累这个人生性残暴，吴楚之战竟将俘虏的楚兵全部坑杀，此人若为王，恐怕天下大乱呐。文仲，牢牢地盯住伍子胥。相国，常言道，国不可一日无主。这4君的人选，怎么，连你也急了？在下不敢有急，只是最近外面疯传很多。都听说了什么？大臣中一传，说大王在驾崩前已托付了大事。托付给谁？这么说，相国还不知道？怎能不知啊？你看看，大臣们的奏册都递上来了。都说了些什么？一种是要追查夫差史月的动机，说他以勾践密谋王位；还有是说王子累好话的，说他人品高贵，能征善战，很受大王器重。总之一句话，王子累可任大任。相国，王子累俘虏的楚兵，相国可是让他押往眉山为奴的。这么说，他没送。王子累嫌遣兵押送太麻烦，竟把那1万多俘虏全给坑杀了。可臣以为，夫差公子史月确有其个人目的，可是充其量不过是自我表现罢了。至于说他预谋王位，那却是着了勾践的道。你是替夫差说话，在下只是据实而言。对于公子闹铃，在下以为他目无尊长，虽是借机而语，却也属忤逆不道。可老夫以为他闹得好啊！夫差如果不闹一闹，王子们的真面目如何暴露啊？老夫的这双老眼也就没有东西可看喽。相国高明啊！何谈高明啊！老夫要是高明，当初就应该阻止大王暂缓法院，先立了太子，就不会有今日之乱喽。相国不必自责，选对了4君，便可告慰大王的在天之灵。你这话说得好。老夫也老了，可不敢把继位之人选错，不然对不起大王，也没法向吴国的众生交代哟。不知相国可有中意的人选？越国的情形如何？勾践大张旗鼓的凯旋，又祭祀了宗庙，以烈士之礼隆重埋葬了于我军阵前自刎的死士。之后，他加紧操练兵马，以防我复仇之兵。勾践本不是大王的对手，他之所以能赢，和死士刎京大有关系。在之前，越军不以守城为目的，而是牵着我军的鼻子在野地里周旋，竟让用兵稳健的大王也着了道。老夫在想，勾践是否又用了能人呢？相国所料不错。据细人奏报，越王勾践新纳了2名楚人，楚人，一名是文仲，
老夫知道此人，他是楚国行人府的人，曾经出使过我国。相国果然技艺惊人。他原本是助越国对付我国而出使的，不料却被叶雍软禁，他和国内断了联系。正好2万楚军被我所灭，楚王大怒，欲拿他问罪。此人为避难，才被勾践纳为客卿。可老夫记得，此人很耿直。不错。耿直的人伺候勾践未必是好事啊，此人不足为虑。还有一个呢，此人名叫范蠡，楚国上宛人士。据说他生性放浪癫狂，没有世子之风，被楚王拒用，而后来到了越国。经越国太史等人的重荐，以一番论兵之词博得勾践的赏识，拜为军师。此人多大岁数？30不到。此人如此年轻，竟被勾践直接任用为军师，这不简单呐！速派人去楚国上宛彻查此人，如果必要的话，可以采取措施拉来我国为我所用。如果拉不来，那就给楚国施加压力，让他们召回范蠡。好，我这就遣人去办。文仲大人到。好，文仲大人，情况如何？据刚探得的消息，王子累成为吴国4军的可能是越来越大了。吴国朝中所有的大臣几乎都支持他。只是奇怪的是，伍子胥却迟迟不表示态度。这就对了。正因为如此，大王才叫我们监视伍子胥。不过范蠡以为伍子胥好像并不是很喜欢王子累。你想，以伍子胥在吴国的地位，谁为4军也就是他一句话的事，可他偏偏迟迟不开口。我想其中的原因无非有2种，第一就是他心中另有其人，第二，他对王子累不放心，想考验考验他。那依你之见，伍子胥手里还有谁可能成为4军呢？你要这么问我，我现在还真说不好。除非我们去吴国走一趟。哎，我正有此意。走，咱们进宫求见大王。走。哎，大王，大夫文仲军师范蠡求见。哦，义勇啊，你暂且回避一下吧。诺。这边。军师啊，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？微臣现在还看不出在吴国有谁能与王子累相争。你们怎么都这么想啊？奇怪的是，伍子胥一直没有表示态度。这就对了，这就说明伍子胥手中还有其他人选。是谁？夫差。夫差？这怎么可能啊！虽然说他与太子波感情笃深，是阖闾的幼子，但非嫡出，不具备继位条件。虽说少年英雄，可从未领兵为将。即使出使，也是他自任使节，来我国走了2遭，才勉强得到伍子胥的承认。他身无寸功，和王子累相比，实在不堪匹敌。话是这么说，
但是这个伍子胥老奸巨猾，行事出招，叫人防不胜防啊！臣还是难以相信。叶雍，臣在。坐。谢大王。叶雍啊，把你出使看到的详情，向2位大人仔细说来。遵旨，大王。夫差返回吴国之后，伍子胥就把他秘密地囚于死牢。据在下看，夫差自命为使，本无死罪，何况他已得到伍子胥的默认。伍子胥把他关于死牢的唯一解释，就是保护夫差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阖闾的领袖返回王城后，伍子胥安排夫差去灵堂跪祭，夫差大闹，王子累和大臣们都很愤怒，几乎要杀掉夫差，还是伍子胥出来保护，夫差安然无事。眼下夫差还囚于死牢，但据臣看，伍子胥似乎还在等大臣们求情，以便顺水推舟放他出狱，为夫差争得王位创造条件。寡人以为叶雍看的是实情。寡人曾经想过，就王子累和夫差相比，王子累残暴强悍，夫差也强悍，但是他待人有诚，在礼面前会让3分。如果夫差为王的话，对我越国是不是利大于弊呀？大王所言极是，我们宁愿夫差为吴王。好，叶雍，你坐吧。谢大王。所以我们好好想想，如果希望夫差为王的话，作为我们越国，都能做些什么呢？大王，文仲愿出使吴国，助夫差嗣位。军师，你的意思呢？大王深谋远虑，不过微臣以为这件事情要做就做到滴水不漏。伍子胥生性多疑，一旦让他有所察觉，他定会放弃夫差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只会功亏一篑。是啊，此次出使必定要神鬼不知。因此，臣以为此去吴国，文仲大夫最为合适。文仲愿往。当然，微臣也愿前往。大王，出使吴国，老夫最为合适。叶雍啊，你恐怕不妥吧？大王可以臣所犯之罪，将臣革职，废为庶人。臣再去吴国，便可无生无忌。这倒是个办法。不过，如果让你出使吴国的话，你有没有可靠的人能够帮助你，让夫差登上王位啊？吴国太宰曾和臣有过交往，此人精明圆滑，深得阖闾的信任，且此人有个最大的弱处，就是贪婪。就从这个人下手吧，你们可以下去了。诺。你好像不高兴啊？没有。你有？你一定在想，大王仍然不相信你我。你以为呢？咱们终归是客卿啊，一切慢慢来。
你是在劝我？是啊。哼，还是劝好你自己吧。哎，相国，夫差公子自越反吴之时，相国曾叮嘱在下注意王子类的动向。在下派人到吴楚边境打探消息，得知王子类曾遣数名武士密出大营，5日后方返。至于是为何事，却不得而知啊。这就是了。那时你在越国，也是老夫不放心，所以遣公孙雄去接你和夫差。回来以后，把夫差丢进了大狱，也是怕他有事儿。现在看来，倒是让他躲过了一劫。好剑，可老夫知道，此剑是你的宝贝，为何献给老夫啊？此番打扰相国，只是为了求情。为谁求情？公子夫差。为夫差求情，竟拿出了府存之宝，真是新鲜。可你知不知道，满朝文武为夫差求情的人，只有你一个。相国大人，夫差公子早年丧母，所以对那个月姬有些依赖，才会做出盗符节失国格的愚事。可他有情有义，公孙雄请求相国饶了他吧。可夫差公子躁进冲动，狂妄不羁。他虽有点情义，那只不过是民间好汉的修为。更何况他在大王的灵堂上胡言乱语，满朝文武都起了怒气。要不是你派兵保护，就会有人奉而杀他。好啊，老夫倒是很欣赏将军的仗义，那就放了他。谢相国开恩。此剑你去收回，若不会剑上，那就用于杀敌。要知道，不止人会赏剑，这剑也会赏人呐。谢相国大教。公子，大喜呀！吴相国赦免了公子的罪，释放公子出狱。公孙雄特来接公子去我府上，有要事相告。从今往后，是我夫差该得的要得，不该得的我也要得。启禀大人，公子已梳洗完毕，请。公子啊，快请坐。好，请。哎，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？这是在下为公子而备下的。我要这些破烂有何用啊？破烂？公子啊，在下可是变卖了多半夫产，才换到手的这些东西呀。你为何要这么做呀？公子待在大狱有所不知啊，眼下王叔王子们可是人人都在争。争什么？王位。他们怎么个争法？征伐可谓是五花八门呐，有的忙着笼络大臣，有的日日去太庙哭灵，还有的更绝，要在大王的灵柩前上吊。那争得最厉害的一个应该是王子类。当然是他，他几乎已将能说上话的大臣给笼络遍了。这数日，
正专攻相国，给相国送礼物，礼如何能免？所以你就给我备下了这些东西。这个不是我夫差所为啊！怎么，公子不想争？我在其中应该是最不被看好的一个，但是本公子非争不可。大王赐的宝物有一多半都在这儿了。相国为吴国日夜操劳，可谓是中流砥柱，送这点礼也是应该的嘛。是啊，相国辛苦，为国操劳。夫差拜见相国。相国，啊，你来了。25岁以上的王子王孙就都到齐了。相国府门庭若市，夫差一定要来凑这个热闹。你带礼物了吗？相国，夫差想先看看他们送了些什么礼物。商鼎、旋律、玉璧，相国大人，你府上有很多的宝物啊。夫差也有礼物相送。哦，拿出来看看。诺，来呀，在。这也叫礼物吗？这也叫礼物啊！是小小礼物，不成敬意。相国，你可别小看了这只公鸡，它可在他的兄弟堆里，算是鹤立鸡群。这鸡就是鸡嘛，怎么会扯上鹤呢？不，这只公鸡跟其他的鸡可不一样，它有一身非常漂亮的羽毛。可老夫怎么看，这也是一只丑陋的公鸡嘛。就是啊，还是老夫老眼昏花了。相国，它现在是很丑陋，但是夫差在捉它之前，曾经看到它那身漂亮的羽毛是被一群糟鸡给捉断了。夫差你岂有此理！就是的，你简直太狂妄了，简直是太狂妄了！这样有此理，怎么能说这样话？怎么这样？太狂妄！好了，把你们的宝物都扛回府去吧。这只着了毛的公鸡，老夫倒是第一次看见。有何事？在下有急事要奏报大王。可大王已经睡下了。哎呀，大王吩咐过，不论昼夜，有急事就要奏报。好，那你稍后，我去。何人吵闹？大王，夫差已被伍子胥释出监狱。啊？好，好极了，让叶用马上不惜任何代价在夫差身上下功夫。遵旨。大王，叶勇大夫又探了一个新的消息，讲。伍子胥想笼络范蠡军师。竟有此事？如何笼络他？详情不知。让叶雍迅速查明，记着这件事情，谁都不要讲。在下岂敢。起来吧。还有什么事情？在下已查明，刺杀公子极快的凶手已投靠在公孙雄的门下。哦，见了此人，拿下首级，倒也没什么，给唐丽夫人一个交代就是了。诺，下去吧。
见过太宰大人。叶雍，你如何还敢在我王城露面呢？叶雍未曾露面，只是借贵国王城一角屋檐而栖身。哼，你我都清楚，眼下吴越两国关系如此紧张，此时你竟敢冒死前来，究竟为何呀？想请大人为夫差公子说一句话。一句何话？一句能助夫差公子登上王位的好话。如今我朝野几乎人人都看好王子类，本太宰也不会逆流而动。太宰大人，这是1000亿黄金。叶雍，你把我看成什么了？我堂堂吴国太宰，岂能让你这小恩小惠所左右呢？再说了，单凭一句话就能让夫差登上王位吗？事成之后，我们将再送上1000亿黄金。相国拿定主意了吗？不瞒你说，老夫有点喜欢公子夫差了。在下好奇，相国说来听听。开始时，老夫不看好他，以为他当个将军都不够格。直到他到符节自命为使，老夫也仅仅以为他是不知天高地厚罢了。但是有点欣赏他的胆子，就想看看他的胆论，于是把他下了大狱。直到大王回陵那天，老夫才对他刮目相看呐。他竟然在王陵面前说出了3件要事。这第一件是朝中大事皆出其口，第2件要率师伐遍邻国，第3件嘛，则是要欺尽天下美女。公子不仅道出了王者之道，而且抓住了我国的要紧之处。大王治国30余载，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家底儿，因此成为南方诸国中之强国。今后我国的重中之重就是以楚灭越，为大王报仇，然后向北方发展。再用20到30年的时间，我们要成为称雄天下的霸主。这么说，武相国已偏向夫差？差不多吧。不见得吧？有何不见得？朝中大臣力荐夫差之罪，相国怎么样？他是充耳不闻。到后来怎么样？据我的判断，相国的心里10有8九已经选定了夫差。万万不可！若是让夫差嗣位为王，哪里还有我们的活路？是呀，对呀。请向伯嚭大人致谢。小的一定转告大人，请留步。何事？
小的无意间探得一桩密事，需向大将军禀报。你说，太宰府的士人与越国的行人大人私通，竟有此事？越国的行人大人叶雍，小人认得，他现在正隐藏在一间民居。行人若出使我国，该冠冕堂皇的入住国宾驿馆，为何偷偷摸摸藏于民居？既如此，你带几个人速拿来见我。